肖总，按照公司现在的资金状况，全额赔偿会产生一系列问题。我知道，现在公司的账面上差了口子，我会给你想办法。想办法？现在能想出的办法，无非是拆东墙补西墙，这样拆来拆去，最终结果只会是元气大伤，这不是办法呀。您说的都对，这只是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上来想，但咱们想一想，老蔡，他是把全部的家当都压在了那几车货上。我们要拖个1年半载，那他就完了。肖总，咱们跟昌盛公司的合同我又仔细看过了，有一条关于不可抗力的约定，对我们很有利。不说，这种事情损人不利己，听我的，赔。你这当家人要做好人，我还有什么说的？行，谢谢，去吧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傻？啊。但是有时候傻人有傻福。这不是傻，这是最聪明的做人方式。上纲上线，谢谢。有什么事？爸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为什么我所看到的萧一航和原来我想象中的萧一航简直判若两人呢？我原来以为萧一航是个为了金钱、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的人。他一定是个不折不扣、十恶不赦的坏人。我是怀着一腔仇恨到他身边去的。可是现在我所看到的萧一航，完全不是想象中的样子。他为人正直而诚信，甚至还带着某种侠义之气。他一点都不像个坏人啊。也许他只是在对待你的事情上做错了。爸，我现在真的很困惑。他是我的仇人啊，我应该很恨他才对。可我为什么现在对他一点恨意都没有？甚至在他身边，我会感到一种温暖，就像是在亲人身边一样。爸爸，你能回答我吗？这是为什么？是我在逐渐背叛你。你问我干什么？我还想问你干啥呢？这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出去。我都在这儿等你半天了，你这一句话就让我走啊？过来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啥？你给我那2个破钱儿，我能活几天呢？你能不能省着点用？我的钱也不是印出来的。你真会开玩笑。我吃喝拉撒睡，样样不得花钱啊。我不管你是花钱的还是印钱的，反正没钱了我得找你。石大海，你要听明白了，
现在外面风声很紧，他们都在抓你。要是把你抓着了，那咱俩都没有好下场。你开啥玩笑啊？没好下场的不是我，是你。我怕啥呀？行了，这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这点钱你先拿着，等我凑够了钱，我去找你，别没事总到我这儿来。你给我听好了，这担惊受怕的日子我已经不想过了。你赶紧凑足了10万块钱，我也好跑路。你什么你？嫌贵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如果把你这事儿给说出去，你就得被抓起来，知道不？你花10万块钱买个平安合适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你快点走吧。哎，你给我听好了啊！如果你想骗我，我天天到你这儿来。我男朋友来了，你快点走，别让他看见你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你要是骗我，我饶不了你。快点走！要出去啊？我正要去找你呢。干嘛？让你请我吃饭呀。走啊！走。善慧，吃。一帆，你瘦了好多。是吗？不过我觉得你的精神状态比以前好多了。人总得学会消化痛苦啊。你这话跟你哥说的一模一样。我哥？你哥说，人要是学会消化痛苦，那么他这一辈子快乐的比例就会远远大于痛苦。从小我哥老是跟我说这番话。鹏鹏现在不在了，这是事实，谁也没法改变，谁也无法挽回。我们只能鼓起勇气接受这个事实。鹏鹏以前说过，小叔在鹏鹏心里是最棒的，所以我更得坚强。里边都住着谁呀？公主和国王。你看看，哎，去看看谁？小叔，哎，鹏鹏，哎，小叔脸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小叔摔了一跤。下来吧。怎么回事？没事儿，摔了一跤。摔了一跤。你还张嘴就来，这分明是打架打的。上大学的人了，你就不让我省心？还有哪儿打坏了？没。小敏。那把急救箱拿来，给他处理一下。哎，来了。不用了。我看看。哎呦，快坐那儿去。去。小叔怎么了？没事。院长。小叔疼吗？不疼，不疼。小叔，等会儿我帮你贴创可贴好吗？谢谢鹏鹏大夫。鹏鹏大夫陪着小叔说说话，小叔就一点儿也不疼了。鹏鹏大夫是最棒的，小叔也是最棒的。鹏来帮妈妈。哎呀，
好了，别拍。谢谢鹏鹏大夫。鹏鹏已经离我而去了。这段日子我想了很多，也许我成为不了我哥所希望的那种人，但至少我应该做一个不让爱我的人失望的人。所以我必须振作起来。你怎么了？你说的对，你会的，你一定会做到的。爸爸，我不能再继续下去了，让这一切都停下来吧。我不能再错下去了，我已经伤害了那么多无辜的人，我不能再伤害他们，他们都是好人。如果说萧一航对我有杀父之仇，现在也已经够了。他的女儿因我而死，我也应该收手了，一切都应该结束了。来了呀，沈慧。早，你今天气色真好。是吗？谢谢。怎么样？出去坐坐？什么事儿啊？不能电话里说。这你该比我明白。有的事儿就是不能在电话里说。好吧，老地方。哟，沈小姐来了，快坐。有什么事儿就快说吧，我还得回公司上班呢。想不到沈小姐到了远航，竟如此敬业，佩服。我没工夫扯闲篇儿，到底什么事儿？
传的是怎么着了？怎么着了呀？还没成呢。瞧你现在这样，你不会是爱上萧一航了吧？你有的说没得说呀？你还急了？你忘了你到远航去干什么了吧？你对我这挺了解，怎么知道的？我不光对你这了解，对那边更了解。那边？那边是哪边啊？明人不说暗话，高总当然知道我说的那边是哪儿。啊！那你什么意思？你说你到我这儿来应聘，可是一见了面，你总提远航，你想怎么着啊？我想的跟你想的一样。我想的，你知道我怎么想的？高总做梦都想远航垮台，萧一航完蛋，不是吗？啊是，是有这么回事儿。不过那是我的事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跟萧一航有仇，这话已经说到头了。有仇？哦，你那意思让我替你报仇？那你可找错门了。我跟萧一航争个高低长短，那这事儿有，可是我也犯不着给你当枪使。凭你高总现在的能力和招数，跟萧一航当面锣对面鼓的硬拼，恐怕没有胜算。你到这儿给我上课来了？你有胜算？远航现在正在招聘营销业务员，我去应聘。如果成功的话，我想我跟高总之间就有共同的事情可做了。你说你年轻轻的，人也挺漂亮，你干点什么不好，干嘛非干这个呀？我说过，我跟他有仇。那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？现在什么事情都没做呢，我是没有办法让你相信我。你爱信不信？你想怎么着？我想我们应该联起手来。远航有你的人，你的目的很快就能达到。好，你到远航去应聘吧。等萧一航什么时候用了你，我再告诉你怎么着。一言为定。刚刚远航人事部已经正式通知我，下周就去上班。好样的，谈谈条件吧。让他完蛋，没其他条件，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这样吧，等我收了远航公司，我给你30%的股份。我对你的股份不感兴趣。你不感兴趣，我也得给你。知道为什么要给你吗？为了将来堵你的嘴。等他完蛋了，我就消失了，你想找也找不着我。好，不说了，先看看东西。这个吗？乘风号货轮。
什么意思？你取得萧一航的信任之后，要说服他买下这条船，跑船运。让他买船跑船运？什么意思？只要是他买下了这条船，你我的目的很快就会达到了。这条船里有什么鬼？拿回去慢慢看，好好琢磨琢磨，就明白了。我以为你沈小姐是个说话算话的人，现在怎么了？只要萧一航买下了这条船，他就剩下完蛋了。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你还犹豫什么呀？对不起了，高总。你不找我，我也得找你。我决定退出。不干了？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就是不想干了。你不是一直想报仇吗？不报了？肖总连女儿都失去了，他经历的痛苦已经够多了。你干的？我已经错了一次，不能再错第二次。肖总已经失去了女儿，他要再失去事业，他就真完了。我怎么听着你说的话像梦话呀？你不是一直都盼着萧一航完蛋吗？我原来确实是这么想的，但是我现在已经不那么想了。你说变卦就变卦呀？那我成什么了？我陪着你玩呢。对不起了，高总，我不能再昧着自己的良心去害人。以后请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，我们的交易到此为止。等等，沈慧，你得往远处了想。3成股份，你算过是多少钱吗？多少钱你自己留着吧，我早就说过我不要。你不用再说什么了，没用的。我已经不能宽恕我自己了。再见。现肖总现在真的很，我知道肖总就在办公室楼，你看，我非别得进去。你别，肖总，你看你，肖总，他们拦着不让我进来，我今天非得见着肖总不可。您有什么事儿说？你们是不是以为我找你们肖总来吵架的？误会了，不会了。好，那坐下讲。哎，来，请坐下讲。好，都没事了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肖总啊，您请坐，请坐。肖总啊，我要好好谢谢你啊，你让我长了见识。在生意场上，像肖总这样讲诚信的人，真让我佩服。这都是过去的事儿，咱们就不说了。啊，责任在我们这儿，赔货款那都是应该的。只要以后大家还能继续合作，我觉得比什么都好。有您这份义气，我要是不跟您合作，我可不是瞎了眼了吗？这不，我今天就带来了一份新合同。我蔡明这辈子就认你肖总了。非常感谢蔡总啊，对我们远航的信任。这都是过去的事儿，我们就不谈了。来，谈谈新合同。那不行，你得让我把话说完。好，您请。不怕你肖总笑话。那单地板生意可是个甜买卖。用货单位包着大工程呢，需要量大，利润率高，翻款也快，还能滚着往下做。所以啊，我把我的全部家当都压上去了。
原想着拼他一把，起码也够吃他2年的。嘿，没想到出了这么大个意外。哎呀，要不是你肖总救我这一把，我现在，可能就彻底完蛋了。你肖总对我是有再造之恩的。哎呀，谢谢。言过。这个咱们这些都不讲了，好不好？我能看一下新合同吗？好。我过去说的那些不着边的话，您打量，别往心里去啊。蔡总给的这个是君子合同啊，连风险抵押金都免了。跟君子订合同，就得签君子合同。我已经签字了。好，肖总，该你了。好，谢谢蔡总。来，咱们来日方长，谢谢肖总。今后我们的日子还长着，来日方长。那我就不打扰了。好，免送。原路里替我送。好，行，好，再见。再见。真没想到，这件事情会有这样的结果。这就叫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万事都有个基本规律，只要按基本规律办事，不会有错。哥，你叫我们俩来是问那条船的事儿吧？对，公司这2天应该说是祸不单行，所以我想，如果在短期内经营上没有一个改变的话，公司会惹来大的麻烦。你的那个可行性报告我看了，不错。就目前的状况看，恐怕选择船运业务这个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选择了。只守不攻，其结果反而是会失守，所以应该搏一下，没准能搏出一个新的局面来。那就搏呗，你发话。你们考察的情况怎么样啊？我认为啊，那个船主给出的条件很优越，他现在的情况是资不抵债，想尽快改变现状，只有变卖资产，积累资本，以求东山再起。好，既然决定做，那就要快。你们马上和那条船的卖主取得实质性的联系，以便尽快的促成我跟他面谈。肖总，您看这件事情是不是太仓促了？买船不是一件小事，还是我们2个跟他们再进行一轮接触，您再跟他们见面吧。办事求稳，这都很好，但是现在时间不等人，你们赶紧去办。知道了，哥。等会儿，咱们商量个事儿好不好？以后能不能在公司里别什么哥啊哥的，咱们改改称呼。知道了，肖总。这太别扭了吧？习惯就好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没外人的时候我还这么叫，跟别人那儿我就说肖总怎么着，不说我哥怎么着，这行了吧？你爱怎么着怎么着，好吧？随便，这样。愣着干嘛？走啊！怎么了你？有事吗？没事啊，快走。庄小姐，我劳动请您进去啊，谢谢。莫总，庄小姐来了。你好，莫总。请坐。哎呀，庄小姐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先对不起啊，莫总，我也没给你事先打招呼就来了。小庄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？你来是我们的荣幸啊！著名女主持人亲自驾临 B 公司，那词儿怎么说来的？哦，蓬荜生辉，对吧？我这次来啊，是为了一个基金会筹募经费。筹募经费？您看看。小蝌蚪。这个小蝌蚪走失儿童救助基金会是我刚刚发起成立的，目的是帮助这些走失儿童找到自己的亲人。你发起的？啊。我走访了不少收容流浪儿童的慈善机构，在那里绝大部分是走失儿童，他们渴望回家，
渴望回到自己母亲的怀抱，由此我就萌生了这个念头。我想为这些孩子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庄小姐，你的这个想法我很钦佩。很多人只会为自己着想，像你这样能够为他人着想的人，已经不是很多了。这样吧，看在你庄小姐的面上，我捐1万。谢谢你，莫总。我知道这点钱对你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，可不怕你见笑。最近公司资金方面有点紧张，不好意思，只能尽微薄之力了。哪里啊，我真的要感谢你，莫总。别客气，我带你去财务。谢谢。进来。周总，周总，庄小姐来了。你好，周总。你好，这边坐吧。哎。周总，我们的可行性报告，您觉得怎么样啊？很好，绝对支持。俗话说，花钱要花在刀刃上，我觉得这绝对是件好事。做善事嘛，积德的。好，你等一下，我这就叫人取钱来。我代表基金会谢谢您。好说好说。怎么样，罗薇薇的，她的作品在当代青年画家中最具升值潜力。我花8万块收的，很多人说这画不值，可我不那么认为。现在8万，若干年后没准就是18万，甚至80万，你说是不是啊？不错。进来。周总。这是2000，钱虽然不多，也是我的心意。谢谢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齐总。哎，庄小姐，欢迎欢迎，来来来，那边走。您看一下吧。哎，好。庄小姐，你知道，我做事一向目的明确，说话也不喜欢绕弯子。没有说法的事情，我是从来不做的。您的想法是什么？请直说吧。如果要我拿钱出来的话，我的条件是，在你们的栏目冠名。齐总，小蝌蚪基金会和我们与你对话栏目是2回事儿。说起来是2码事儿，其实是1回事。怎么讲啊？因为你，庄小姐，基金会是你创办的，与你对话栏目也是你创办的。你也清楚，如果没有你的栏目，谁知道你庄敏小姐是谁？你靠着你的栏目有了知名度，再用你的知名度创办了基金会，所以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你。既然如此，我为你的基金会做出一定贡献，你在栏目上给我一定的回报，这不是顺理成章吗？齐总，你要在我们栏目上冠名，我首先很感激你对我们栏目的厚爱。可是，这冠名的事儿是由我们台广告部直接接洽的，是一种商业行为啊。哈哈，那我还不知道。正因为我不想跟你们广告部打交道，所以
我才想另辟蹊径，咱们互利互惠嘛，啊？可我们不是在做生意。小蝌蚪基金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找到自己的家，只是出于一个非常单纯的社会公益目的，不能把它变成一种商业行为吧？请原谅庄小姐，我是一个商人，在商言商，非商不言。今天先谈到这儿，下午我还有个很重要的谈判，失陪了。没关系，谢谢。哎，庄姐是真够辛苦的啊！可不是辛苦吗？堂堂名牌栏目的主持人，也算是本市有头有脸的知名人士，居然挨家挨户去化缘，跟个叫花子似的。我看啊，我们台的脸面简直让他丢尽了。哎，有你那么说话的吗？庄姐这是为自己吗？这是为了基金会。基金会？谁家的基金会？我们台的吗？萍姐，不管基金会是不是台里的，我觉得基金会要做的事情，跟咱们电视台每天正在做的事情殊途同归。你又何必说这些风凉话呢？是不是风凉话？我说了不算，总有一天台领导会出面制止这件事儿。我看啊，你们就不要为这基金会的事儿影响我们栏目的工作，这叫不务正业。哟，还真不少呢。看来咱庄大主持人肯放下架子，不怕受累。我估计啊，过2天我们组可以建一个小金库了。他人怎么这样啊？阴阳怪气的。怎么了？萍姐这人老是阴阳怪气的。没关系，等咱们努力啊，有了结果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加入进来的。庄姐，你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。他说风凉话都快当饭吃了，你还护着他。让我看一下吧。这是捐款的统计。知道了。小姐，动作快点行不行？跟你们女人共事真麻烦。哎，不好了，我文件忘带了。真行啊你！算了，忘了就忘了吧。我们先谈一轮，反正还得再来呢。哎，不行，肖总交代好多条件，还有合同初稿都在夹子里呢。凭你这记性还记不住啊？一凡，咱们回去吧。回去？那怎么向我哥交代呀？肖总要是怪罪下来，一切由我来解释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奇奇怪怪。请进。哦，回来了。谈得怎么样？我没谈成。怎么回事？我把文件弄丢了。文件弄丢了？对不起，肖总，我太粗心了。说不通。你在撒谎。真的对不起。你一定是在撒谎。请你告诉我真实的原因。为什么？肖总，开展船运业务是我向您提出来的。当时公司状况很好，
开展船运业务对公司来说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可是现在公司状况不同，公司遇到那么多难题，应该稳中求胜，而不是冒险去赌。可能正是因为我这么想的吧，我就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。所以你就把文件弄丢了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我知道，是因为你现在改变了想法，所以你以弄丢文件为由来阻止我做这件事，是这样吗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。好，不知道该怎么说就不要说了。但是我明确的告诉你，为了摆脱公司的困境，这件事情我是必须要做，而且是马上要做。如果你觉得不能胜任，勉为其难，我可以换一个人来接替你的工作，你接受吗？肖总，您应该知道我是在为公司着想。我很愿意相信你是这么想的，但是任何事情天上都不会掉馅饼，想要成就什么的话，必须要付出代价，承担风险，这也是毫无疑问的。好，你可以走了。肖总，您让我了解情况，有点消息了。说。我托了几个朋友，转了好几个弯子才了解到，工商联合报的人说，员工出事那天打电话通知他们的，是个女的。女的？打电话的人没有透露姓名，但报社的人说，肯定是公司内部的人。谁呀？那天车队值夜班的人说，好像看见一个女的从值班室出去，很年轻，从身形上看，好像是沈慧。小袁，最近这段时间有点委屈你，从明天开始，回你原来的办公室上班。肖总，这是您对我的信任，谈不上什么委屈不委屈的。我想我应该在大办公室里多待一段时间，在那了解的情况可能会更多。你让我很感动。下一步是这样，沿着现在的线索往下走，尽可能掌握多的一些情况。我想我应该在大办公室里多待一段时间，在那了解的情况可能会更多。你让我很感动。下一步是这样，沿着现在的线索往下走，尽可能掌握多的一些情况。知道了，肖总。另外，关于买乘风号的事，我准备让沈慧撤下来，你配合一番接手。肖总，这样会不会太明显了？他目前很不称职，我让他跟一帆和卖主去做进一步的接触。他刚才跟我说，他不愿意做这件事情了，并且把所有的材料全弄丢了。什么材料？关于乘风号的所有资料，还有2份合同初稿。巧了，我那都有。你怎么会有？您不是让我遇事多留个心眼儿吗？上次沈慧找我帮她复印的时候，我多复印了1份。你真是个人才，赶紧去拿。是。切到手了，要不要给啊？没事。是不是逗我呢？我今天没有心思做菜，你凑合吃吧。你怎么了？你哥把我换下来了。什么换下来了？买船的事儿，他把我换下来了。不就是忘带个文件吗？有那么严重吗？不是忘带，是让我给弄丢了。你也有这种时候啊？哎，没事儿。明天啊，我去找那个刘总再要1份不就行了吗？你哥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，他是不能容忍手底下的人这么没有责任心的。买船这个事儿一直是你负责的，你要是换下去，我可是2眼一抹黑呀。
能不能说服你哥打消买船的念头？我哥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认定的事情很难改变的。可这船现在不能买。最早提出这个主意的人是你，现在极力反对的人也是你，到底为什么呀？风险太大了。风险？最早你提出这个主意的时候，没有考虑到风险这回事儿啊。风险总是有的，但是呢，这个风险要是不落在自己头上啊，那就和没有一样。可是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陨石要是砸中了人的头啊，人肯定就活不了了。但这种可能性只存在于理论当中，至今也没有发生过呀。你哥要是坚持买船搞船运，那就不是被陨石砸中头，而是把头对准了陨石往上撞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帮我说服你哥，把买船的事停下来。可你总得找一个够硬的理由先说服我呀。相信我，那事儿不能干，这就是理由。好的，我尽快去看船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您就在那儿等着我，我马上过去。好，再见。铁进，哥，哎，你来的正好，跟我一块看船去。哎，哥，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。想阻止我改变主意？没错。理由，告诉我理由。我觉得你想让公司尽快翻过身来的急切愿望，代替了你的理智，这就是理由。是沈慧让你来说服我的。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有什么道理？这很不像你的性格，打小就是一个混不吝的人，怎么现在胆子越来越小呢？哥，这可不是胆小，你现在不能再输了。为什么非要冒这么大风险，下这么大赌注呢？风险大，利润也高，这也是你们家沈慧说的。沈慧说：“好了好了，别再沈慧了。谈恋爱没关系啊，但是不要丧失理智，丧失了基本的判断。哥，脚下能拯救公司的路又不止这一条，你为什么非要做船运呢？很对，不止这一条。可是现成的就这一条，现成的路也不止这一条。哎，你比如网上物流，就是一条潜力非常大、商机非常多的路。面谈啊，网上物流，看见那家没有？啊，网上物流，没人来物流，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。别老跟我对着干，来跟我看船去。你不干，我自己干。我说你能不能尽快长大啊？总在你的羽翼下，我永远也长不大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从现在起，我辞职了。辞职了？一帆，一帆，怎么了？谈得不好？我不想在这儿干了。什么意思呀？我让你帮我劝劝你哥，劝得好劝不好都算我们尽力了，谁让你把自己也搭进去了？我永远和他说不到一块儿去，刚愎自用，油盐不进，我懒得和他说。那他到底同没同意啊？他要同意了，我能这样吗？我们一块去找刘大峰，我们一定要制止这件事情发生。要去你去，这一切已经和我没关系了。没关系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都不在我哥这儿干了，远航的一切还和我有关系吗？只要这件事情跟你哥有关系，就跟你有关系，而且这层关系你永远也摆脱不了。即使是这样，我也要坚持自己的选择。还说你哥呢？我看你才是刚愎自用、油盐不进的。用不着你在这儿数落我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才不会到我哥的公司上班呢。好，那就请你再为了我再委屈一下你自己，行吗？干嘛？陪我去刘大峰那儿，我们一定要制止这件事情发生。走。我不去。你不去是吧？你不去，我自己去。
小总，这就是咱们的成风啊。有点意思。哎，老刘啊，我觉得好像没你说那么新吧？因为今天雾有点大。这船开了多少年？我们能上去参观一下吗？可以啊，啊，来，进。真的，王台，我绝对没有一点夸张，他就是这么干的。庄敏，不应该呀。可不是不应该吗？可那偏偏就是事实。您看，他是您一手栽培起来的，也是我们台培养出来的。他现在的社会知名度也是靠台里的栏目建立起来的。可他现在利用这些资本到社会上四处招摇，办的却不是台里的事儿，打着什么基金会的旗号，到处跟人伸手要钱。我担心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会影响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啊。叫庄敏来一下。请进。小庄啊，小庄啊，你知道整个电视台年轻人里边，我最看好的就是你啊。无论是业务能力还是为人处事，对于你，我只能是竖起大拇指赞扬。但是你也知道那句话呀，树大招风，你能力强，别人都会看着你，你的一言一行都会放在显微镜下边，好的坏的都会无限的放大。王台，你是不是想说小蝌蚪基金会的事儿啊？小蝌蚪基金会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。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的出发点是对的，你也确实是在做一件好事情。可是，怎么说呢？你是台里的人，可这件事情呢，又不是台里的事情。所以，要尽量的低调一些，千万不能授人以柄啊！台长，这件事儿让您为难了吗？你是不是在以基金会的名义到处筹款？是，我是为了那些孩子们能早一天找到自己的亲人，找到自己的家。可你是台里的人呢，在社会上知名度也很高。像这样四处去筹款，难免会产生一些不利于你的口舌，也让台里很难办呐。王台，我的女儿已经走失了，但在我的心里，她还活着。如果她活着，就会像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们一样，盼着有一天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，找到自己的家。就算为了我的女儿，我也会把这件事儿一直做下去。更何况还有那么多的孩子们眼巴巴地盼着。如果这件事儿让台里为难的话，我真的很抱歉。可我不会改变的，希望您能理解我。小庄啊，
本来我是想说服你，把为基金会筹款的事情放一放，但是现在我被你感动了。这样吧，如果需要台里为孩子们做些什么，你尽管直言。我呢，也在台务会上说服其他领导支持这件事情。有了台里的支持，这件事情就不再是你个人的行为了，而变成了台里的工作。那样的话，你做事情就会名正言顺。谢谢您，台长您真好。我代表孩子们，谢谢您了。就这样吧。哎，来了！哟，周老师来了！哎呀，拿这么多东西啊！来，快来，这些东西孩子们都用得上。哎，孩子们呢？上课去了，小明老师带着教他们识点字儿。来，到办公室来了。来，张老师在哪儿？好。老师先。费老师，最近我募到的款项已经汇入到基金会的户头，我们的小蝌蚪找妈妈计划已经有了一定的经费，可以开始工作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我们马上把工作计划安排出来，有了经费，咱们就可以做些实事儿了。是啊，对了，听商老师讲，已经有其他几个儿童救助机构跟我们联系，想加入我们的计划。对呀，我想我们还可以建立一个小蝌蚪网站，把孩子们的照片都放上去，然后做一些宣传，这样走失孩子的家长就可以上网去点击照片。对呀，以网站为基础，版面扩大，把宣传力度加强，把声势造起来。啊，不光帮孩子找，也可以寻找那些丢失孩子的父母，组织辨认会。如果他们离散时间太长了，孩子长大了变了模样，还可以提供经费做亲子鉴定。反正要做的事情太多了。这些想法我们早就有，就是苦于没有经费。现在有了你和基金会，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一步步做起来。庄老师，我替孩子们谢谢你。不用谢我，我也是走失孩子的母亲，我从心里能够理解这一切。哟，孩子们下课了，那我们去看孩子们吧。找东西送给他。好的。野狼啊，掉进了火炉里，熏得够呛，整条尾巴都烧焦了。后来呀，他就嚎叫着逃走了。以后啊，再也不敢来打扰3只小猪了。对阿姨，那3只小猪后来就很开心了。沈慧，大嫂，你怎么会来这儿的？我听一帆说你一直在忙小蝌蚪基金会的事儿，我一直想来，正好下午没事儿，我给你办公室打电话，他们说你上这儿来了。是，我就想跟孩子们多待一会儿。庄阿姨，我们什么时候玩击鼓传花啊？一会儿好吗？好。
大嫂，我也参加。好啊，坐这儿。好。小朋友让开啦！欢迎阿姨啊！来跟你们一块儿玩啊！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啊！去。好了，开始了。开始。和孩子们在一起，真的挺快乐的。什么也不用多想，什么也不用假装。孩子的世界是最天真、最美好的世界，也是最值得我们去呵护的世界。大嫂，你是一位伟大的妈妈，是所有孩子的妈妈。我愿意成为基金会的一员。我出不起钱，但是我可以出力，可以接受我吗？当然了，谢谢。对了，大嫂，一帆和肖总又吵架了。是吗？好像吵得挺厉害的。一帆还说要离开公司，单干什么的。因为什么事儿啊？好像是一帆要劝肖总别买船。一航要买船吗？你不知道？公司的事情我怎么能知道呢？大嫂，船运的利润是相对高一些，可是风险相对其他运输方式也要大得多。一帆是好意，现在公司已经承担不起那么大风险了，不如网上物流来的快捷稳妥。你跑这来找我，是不是想让我说服一航不要买船呀？什么也瞒不过你，大嫂。一航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只能试试。国资委信息中心再度发布统计数据，1到5月，医药化工行业国家重点企业均实现利润大幅增长。医药行业重点企业总业务收入增长19.4%，利润增幅高达8%。小敏，来，化工行业国家重点企业实现利润13.3亿元，增幅高达63%。怎么了？我看你太累了，咱们得再找个保姆。不用，我行。不行，你看，你白天台里，还有现在这个小蝌蚪基金，那么多事儿，完了回家还得做家务，一个人盯不住的，必须得有个保姆。那好吧，我过几天去小区订个小时工怎么样？哎，嘿嘿，这就对了，这么着我就放心了。哎，别走，坐会儿，休息会儿啊，看会儿电视，多难得。听说你要买船？是一帆还是沈慧告诉你的？沈慧。我是这么想，公司现在整个运行的都不错，里里外外我很满意。前段时间呢，我搞了一下铁路联运，效益和效果都不错，所以我想考虑要往多种经营方向发展。不光走陆路，咱们还得走水路，
我想把船运这一块也给它搞起来。最近正好碰到一个机会，不错。哎，这家公司临近倒闭，这条货轮要出手，价格低得惊人。我想这会儿我要不给它拿下，那将来得后悔啊。可我听说风险很大。风险，你也跟我谈风险？你们开了会了？口径怎么那么统一？人沈慧也是为了公司好，别多想啊。他没法让我不多想。当初撺掇我买船的是他，后来反对买船的还是他，现在又撺掇你来反对我买船，还是他。你说他到底什么意思？还能有什么意思呀？人家为你好。哦，为我好，都为我好，我知道。你为我好，我知道。沏杯茶行吗？好。标价15000，有商量余地。还跟我怄气呢？没那功夫。够忙的呀，跟我怄气的功夫都没了。怎么了？跟个小孩似的。我堂堂男子汉，用不着你来哄。行，不哄你。你是要买二手面包车吗？和你没关系。那我能问问你要买面包车要干嘛吗？干嘛也和你没关系。哎，你就不能友好一点呀？你真要离开远航单干？你希望我永远靠着我哥是吗？我现在郑重的告诉你，我是打算买一辆破二手面包，和我哥那些大货车没法比。哎，可我愿意。你甭指望我还去占我哥的便宜。你真是根木头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要说什么。哎，你放开我！好，好，好，你说，我听着。你哥是个务实的人，你要想说服你哥开展网上物流，那你就得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。你要让他看到这项业务有一天能成为他事业的一部分。当你做到了，并且让他看到了那一天，那就是你们兄弟和好如初的那一天。你是靠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你们之间的关系的，这多有意义啊！你呢，顽固不化，自以为是，好来不至。我误会你了，谢谢你，沈慧。哎，车钥匙给你们，这车是你们的了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我带你兜风去。好啊。走。不错，真不错。孩子总是自己的好嘛。沈慧，谢谢你借钱给我买车。问你借钱创业，真是有点不大好意思说。说这些干嘛呀？将来贵公司日进斗金，不要给我分点股份啊。放心吧，有了这头宝贝小驴子，日进斗金一定指日可待。嗯，你的小宝驴怎么出这种声音呀？没事儿，他呀是听见咱俩夸奖他，
给咱们聊点回应，没关系啊。哎，天哪！看来你的小宝驴让你给夸糊涂了。不争气的东西。快看看怎么回事啊！哎。聊会儿啊，又想来教训我，可我不想听。那天是我态度不好，哥，不用解释，反正我也已经辞职了。你辞职了？你辞职了，我批了吗？哎，批不批，反正我是不会回去了。我注册了一家自己的公司。什么公司？风火轮网上物流公司。你别想太多啊。我注册这家公司可不是想证明什么给你看，我只是想知道我的理念可行不可行。找到了吗？别提了，这小子他专门以跟我对着干为乐，不给我弄生气了，他不高兴。他又怎么了？你看啊，自个儿注册了一个什么网上物流公司，还买了一辆2手的面包，那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。你笑什么？我说你啊，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我怎么不知福了我？你该高兴啊！我有什么可高兴的呀？人家一帆不靠在你身上，是说明他是一个自尊自立自强的好孩子，很懂事儿。你应该为他自豪。呵，你这么一说，他还是阿庆了。阿庆怎么了？阿庆早不是说了吗？不混出个人样儿来，不回来见我。是。洗澡去。请进。您找我？对，我不想跟你绕圈子。告诉我为什么？为什么要阻止我买船？我很奇怪，当初提出展开航运业务的是你，现在竭力反对的还是你，还撺掇我的家人一起来说服我，为什么？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充分的理由？可以吗？我听说那条船有问题。船有问题？什么问题？那条船的操作系统被更换过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仔细研究过那条船的全部资料，发现1年半之前它进行过大修，主要内容是更换操作系统。大修之后，刘大峰就四处找买主卖船，而且价格那么便宜，我觉得不正常。所以你就反对我买船？可是在我看来，对一条船进行大修、更换操作系统，这都很正常。你为什么觉得不正常？是不是觉得里边有什么新的发现？我不懂船，我觉得这种状况不正常。你的这个判断是从那些资料上获得的吗？去拿来给我看。
打算办一台慈善家联谊会，把愿意当慈善家的企业家们邀请过来，请他们为小蝌蚪基金会捐款。哎，庄姐，你这个提议太好了，这样做目的性强，主题突出，肯定事半功倍啊！对对，现在办慈善家联谊会最好了，形式上也能比较新颖。没错，刚好我们可以做一期节目，到时候邀请几位捐款人过来做嘉宾，聊一聊对现代社会慈善事业方面的一些看法。我来负责向台里报策划案。你们别听风就是雨，庄大主持人要发挥自己的明星效益，跟台里有什么关系？这事儿到底是以个人的名义呢，还是以台里的名义？这件事儿，汪台已经知道了。你把动静弄那么大，汪台当然知道了，可知道不知道是一回事儿，赞同不赞同又是另外一回事儿。要是台里不同意，我们这些人做什么都是无用功。这是件好事儿，我想台里会赞同的。我看未必，大家还是讲点组织纪律性为好。台里早就3令5申，不允许台里的人利用台里的名义到社会上拉赞助。要是台里怪罪下来，我们大家谁也不好收场。再说了，你跟人家要钱，凭什么人家一定要给啊？要是拉不来钱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钱没拿着，还违反了组织纪律，劳神费力白忙活，最后还得处理咱们。那咱说什么了啊？萍姐，哪来那么多风凉话呀？这是风凉话，这是实话，你们爱听不听，谁爱掺和谁掺和，反正我不跟着瞎起哄。台里的支持只是个时间问题，我想大家还是抓紧准备吧。进来。资料呢？我没拿到资料。什么叫没拿到资料？我把资料弄丢了。弄丢了？沈慧，你知道这些资料有多重要吗？啊？你怎么丢三落四的？你知不知道你的公司是什么位置？你知不知道现在公司面临的是什么处境？魂不守舍，这不是你的一贯作风。对不起，肖总。你说对不起这3个字很容易，啊，但是现在你影响到公司做出重大决定，我跟谁对不起？好，你现在是不是碰到了什么为难的事情？你可以直接告诉我，有没有？别买那条船。怎么还是那句话？你得告诉我理由，为什么不能买这条船？理由。理由就是那条船不能买。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喂，高学成吗？我找你有事，见一面吧。对，待会儿见。小董，怎么回事？门不敲就进来。